年啊，大餐你带我受过，我又未能护你周全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是我疏失。何来委屈？只是不能为大人分忧，倍感遗憾。闲暇的时候你过来坐坐，帮本部堂出出主意啊。求之不得。通州张简写了一份海防团防营制，请大人过目。哦。凡练兵250人，武长25人，队长5人，3营1000左右，日夜操练，抵御日寇。这个张简的胃口不小啊！看来本部堂是选对人了。哎，他怎么不亲自来见我呀？他说守制期间不宜拜见官长，所以托在下代称。大敌当前，本部堂也没有那么多讲究。告诉他，以后有事，径直来见我就是。是，在下一定把大人的话带到。此外，还有一件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讲。狼山镇总兵高宝山对兴办团练多有阻挠啊。那依你之见，本部堂该如何呀？团练成型之时，由我拿着乡帅嘉奖手谕前往检阅即可。一来可考验张简处事能力，二来在事成之后为张简撑腰。这也不过是小聪明，不过暂时管用。多谢大帅。日本马关春帆楼第3轮和谈毕，李相弘章成教，遭倭人小山丰太郎刺杀，伤一目。国之羸弱，竟致使臣遭辱于异域，而朝廷围之求后，不敢一见。如此国体，何以为镜？见深耻之。然与其坐而待亡，不若起而正之。诸位老少爷们儿，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呀！咱们通海民防团练成立了，但是没规矩不能成方圆。状元公亲手写了海防团防营制6大训规，望大家谨记。高总兵，这张简虽说去职丁忧，但毕竟是当朝状元。他的恩师翁同龢又是两朝帝师，在京城里，他与那些清流士子盘根错节，交易匪浅。这如今被困在家中，万一传出去，下官怕担不起干系呀。你怕什么？
那状元府外站的又不是你的府兵。张大人是奏请让他办团练不假，但是又不给官房。哼，赵知州，你以为这是为什么呀？哼，那他既然没有官房印信，这聚众练兵一事，说白了就是车头向东，马向西，怎么论，还得是您高总兵说了算。大人，大人，高总兵，大人，地方团练的大批乡勇正在城隍庙外的教场上练兵呢，城里百姓都去看热闹去了。哎呀，这怎么？哎，张简不是被高大人困在家中足不出户吗？那这些练勇是怎么聚集起来的？张简虽被困家中，但他仍是他三哥张茶和他那些朋友的主脑。传令，是，给我拿下这帮乌合之众。是。二不齐力，三不一心，三不一心。不要乱，不要乱！哎，保持队形，别慌了！高总兵，干什么？哎呀，别乱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别乱！别慌了！别乱，别乱！高总兵，我们团练着，你干什么？狼山镇屯兵奉命缉拿叛匪。这哪里有叛匪？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我们这是海防团练，哪来的叛匪啊？聚众谋反，不是叛匪是什么？你说你奉命，你奉谁的命令？你有文书吗？大敌当前，先斩后奏未尝不可。先把这3个贼球给我绑了。什么先斩后奏？你别胡闹！你干什么？别胡闹！一个我就拿你们10问。我们是奉状元公的命令，高总兵，你这是胡闹！别动手啊！不是你干什么？我们是你。继旨，继旨。哎，继旨，知州老爷，状元公呢？在后院呢。快叫出来，叫出来！哎，好，司先生，司先生，知州老爷来了。哎，状元公，赵大人，哎，快，跟我走。高宝山派兵丁把守多日，我出不去啊！哎呀，跟我走，他们不敢拦你。10万火急了，高宝山已经带兵去围剿你的通海团练了。别慌，大家别慌，到了衙门，知州大人会给他们做主的。咱们都这样了，能不慌吗？继旨，待会儿有话好好说，千万不可动怒啊！咱们先把这事儿平了，比什么都要紧。操办团练，我确实是奉了张大人的口谕的。是，我就不信高宝山要杀人不成。哎呀，不能！状元公，您受委屈了。真犟。跟上，快！四哥，快救我们呐！别喊，让人听你多寒碜。命都没有了，还管什么丢人不丢人的？哎，你看，汽车都来了，没事。高大人，要不咱们先把人放了吧？放，只要他张简服软，我自然放人。不管张简办不办团练，这罪不至此啊！再说了，状元公说他有张大人的口谕，那断不会乱讲的。空口无凭，本官要亲眼见到张大人的手谕，才能放人。哎，继旨啊，看来今天这事儿难办了，要不你先服个软，团练先撤了。操办团练有什么软可服？总兵大人，是张简操办团练，与他人无关，要抓抓我。好啊，状元公，来人，万万不可！主犯伏法，给我绑了！哎，是不可呀！看谁敢做！督县大人，督县大人派人来了，快绕！
这人谁呀？督宪大人，下面的幕僚赵凤成。传，署理两江总督手谕。自有通州知州赵应德下官在。是非不明，阻碍通海团练兴办，一吏部处分责令，依例记过，以观后效。下官认罚。传，署理两江总督令，狼山镇总兵高宝山听令。末将在。狼山镇总兵高宝山，目无法纪，肆意妄为，贪墨公款，当按律严惩。但念其旧日战功，并战时驻防责任，故罚军棍20，戴罪听勘。末将认罚。通海团练总办张简在。两江总督衙门会军械局发你大线枪100杆，铅丸5000粒，火神鸟铳100杆，火药1000磅，铜火帽5000粒，火绳100斤，尽速派人领用。多谢督宪大人体恤。赵大人，督宪大人体恤你的苦衷啊，还希望你再接再厉，协助张总办拱卫通海。遵命。高总兵，在。督宪大人让我给你带句话呀：大战在即，一定要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。是。记着啊，诸君先生好。香帅让我给你带句话，请讲。革除庸居，才能有所建树啊。相帅之言，我敢不从。凤成大人，我呢叫江梦生，张简呢是我四哥，他呢是他三哥，也是我三哥，他呢是我们的大哥。您呢要是帮助我们办团练，您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大哥。刚出炉的包子，热乎的包子，包子，热乎的包子。再会啊！下次来啊，来看一看啊，新鲜的包子。你去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了啊！哟，来点包子吧。不了，老板，你知道张简、张继直吗？你说的这个是赵员工啊？啊，对对，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？他们家住海门呀，你们得到海门去打听。海门？谁没知道？海门你都不晓得？你们不是本地人啊？哎，我是那边的。海门要到码头雇船过去。过去？对啊。多谢。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多谢。活儿来了。几位也吃好了，下次再来啊。在哪里？那边。你们找状元公？是。日本人。是的。走吧，我带你去见他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我带你去见状元公。我们走。路在这边。
三爷，四爷，我在街上抓了个日本人。日本人？他到处打听您的住处，我看着他不是好人。四先生，我一看那日本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们没说找我干什么。他说非得见了您才说。哎，怎么样？好好的，里边关着呢。好。是你们二位要见我？机智先生，终于见到您了，我是专程来拜访您的。好像我和您并不认识，您为什么要拜访我呢？我叫西村松兵卫，15年在朝鲜跟先生有过一面之缘。15年您在朝鲜？是的。一红啊，让我和这位西村先生单独聊一会儿吧。好。嗯，你也出来。请坐吧。西村先生记得我，而我对您却毫无印象，这很失礼。机智先生，15年，你随清军前往朝鲜平乱，进入汉城的时候，刚好我押送物资经过，马车差点冲撞了大军，是您为我说了好话，我才得以脱困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后来机智先生写过一篇《朝鲜善后六策》，虽然没有得到贵朝廷的赏识，但是我的老师对这篇文章十分欣赏。我的老师石泽荣一先生。西村先生，您的老师是一位非常有见识的人。多谢机智先生。所以我建议，你我二人联手兴办商业，假以时日，一定可以取得难以想象的成就。经商？我个人对于经商没有任何兴趣。腰劲儿出去，用腰，好吧？那不是赵大人吗？是。丰昌兄，您怎么来了？季之兄，张之洞大人给你的信。马关条约生效，朝廷下令撤办通海团练。撤办团练？为什么？
把马车掉下头吧。来了，季直拜见相帅。坐吧。谢相帅。季直啊，朝廷已经和日本议和，各地的团练自然也就撤了。本部堂知道你为筹建通海团练费了不少心血，说实话，亏了多少啊？无论如何，我可不能让实心实意办事的人寒了心呐。相帅，晚生今日前来，并非是为了讨要团练记账。自马关条约签约以来，晚生寝食难安，各地驻兵如虎在门呐，相帅。更有甚者，是通商之害，如饮鸩止渴，毒在肺腑。相帅，请您过目。条陈立国四强书。季直啊，你所提要开矿山、办招商局、造情报厂、开办新学堂，洋务新政30年了，哪一条都试过呀？可是仍然没有避免了大清国的颓势。相帅，大清洋务30年，见物不见人，民力、民心、民智之衰败，才是败之内因呐。季直所言，本部堂也心有戚戚焉呐。黄海之败就是洋务之败，归根结底就是重务轻人。季直要固民心、开民智、增民力，自然是一味治国良药，却需上下同心，方可见药力之成效。不知当下可有急救之法呢？没有急救之法，基础不牢，治标不治本。哦，那什么是基础？民治。今求强国，只能先办教育，开启民治。恰好，文政书院原山长黄体芳年老多病，无力为继，季直正是继任山长最妥之人。季直正可秉承曾文正公再造江南之理想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诸君兄，我所说的办教育，并非是办一所书院，而是遍开新式学堂。除经书之外，科学、机械、水利等等，凡是有利于强国的学科，都要开设。我国向来是以科举论才呀，你要办新学堂，绝不可能代替。莫说是全国呀，就是苏省一地，要遍地开办新学堂，那个银两也是不小的数目啊。相帅，可否以实业之资助教育经费之缺？季直啊，你这是说到点子上了，也是我今天让你来的原因啊。先实业，后教育，或者是两手齐举，可否？相帅，兴办实业，季直并不擅长啊。记得光绪9年，你为乡里兴蚕桑、办义仓、试种甜菜制糖，这些事情，相帅可都是知道的呀。说来惭愧，诸君兄，种种实验均不成功。季直，这次你办实业，本部堂助你。相帅所言当真？绝无戏言。你这次办什么实业，想好了，马上呈报给本部堂。季直领命，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，即刻呈报相帅。好。季直啊，我看你心思也别太重，回去可与你三哥商量一下。诸君兄，我是万万没想到，相帅
让我操办沙场，实业强国一定是吾辈所愿。5万？5万？我一共就5万。都来吧。下一位。黄师爷，您这是拿贼呀，还是急盗啊？沈掌柜，这是什么话呀？我通海在赵大人治下，那是物富民安，海晏河清，哪里来的什么贼和盗嘛？那既非拿贼，又不是捉盗，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？哎，沈掌柜有所不知，赵大人心系黎民，特意嘱咐我们在这里为各路商贩提供便利。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说出来，我们一定倾力相助。多谢黄师爷的美意，等我把这布运到了地方，一定到府上去拜访啊！沈掌柜，这船上运的是什么货呀？哦，是我布庄收的土布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你怎么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办，这是土布。啊，沈掌柜，既然没有要我们相助之处，那就赶快把黎捐交齐吧。交什么捐啊？我这布还没卖出去，哪来的钱交捐啊？哎，你这贩布就要交布捐啊，沿河贩运就要交河捐，用船载货就要交船捐。你行商已久，怎么这些规矩都不知道呢？你看，今年的捐已经交过了，什么陆捐、堤捐，什么货捐、棉捐都已经交齐了，怎么又来了河捐、船捐？哎呀，沈掌柜，我只负责征收，至于你说的那些黎捐的名头，那岂是我一个小小师爷能够定夺的？我劝你还是赶快交了吧，免得耽误生意。不，这一路上你们设了多少卡子了？逢卡必得交捐。这还没到江宁呢，我这布本身就是亏本卖的，哪有钱再交这些捐呢？抗捐不交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只能扣押货物充抵了。来人，扣船！不是你们这哪儿？哎，你们这哪儿是交捐啊？你们动手是不是？哪儿是收捐？简直就是拦路抢劫！沈敬夫，你还敢打人是不是？你抗捐不交，还敢毒打税官是不是？追加一等，给我绑起来！你这是拦路抢劫啊！你沈敬夫，我告诉你。你们这是明火之仗，拦路抢劫！你还敢打人？要钱没有？我告诉你，要命有一条！你等着吃官司吧！你打我，你就是打知州大人，你完蛋了！我告诉你。四弟啊，过来，喝口热的。来，去江宁见到张之洞大人了？见了，我还把我写的那份调陈立国自强书呈给张大人，张大人看罢说很满意，说是要呈给军机处。那也好。对你丁忧之后重返京师，确有裨益。哎，谁知道到了朝堂之上，哪位大能会怎样批驳呀？哎呀，那不管他，你写你的，他批他们的，不用管。四弟，你这心事重重的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
三哥，还真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。张大帅呀，给我派了个差事，他想让我在通州办实业。在通州办实业，这不行。不安心守志，有悖孝道，这就是不义。你刚中状元，又要辞官经商，这就是不忠。这不忠不义都占全了，这事儿还能干吗？三哥，办实业就定一个不忠不义的罪名，太大了。不是我给你定什么罪名，你能保证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在背后不会攻击你？三哥，那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也管不了，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嘛。你说的这些都是气话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你要兴办什么实业呀？我还真不是气话，三哥。我回来的路上想了，你看，咱们通海地区盛产棉花，那守着棉花，咱们应该办纱厂才是啊。我怎么听着这话这么耳熟呢？当年兴办蚕桑，你也说的是因地制宜，可经营了那么多年，没有任何起色，这些你都忘了？父母在世定下的规矩，你我二人，一人读书，一人治生产。我苦心经营生计，供你读书，可你读完了书又不想为官了。我看你这几十年的书，你是白读了。孙先生，孙先生，孙先生，沈大哥因为抗决被收押了。什么？王师爷，哎，小心小心！默生，这还有王法没有啊？还行了行了，走，不生气啊，大哥。沈大哥，你们拦路征捐，我据理力争，我成了犯法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说了，行了，不生气。哎呀，看路啊！走。行了，沈大哥啊，这关子下边两个口，你能争得过他们吗？我若不是一直跟黄师爷有点子交情，恐怕这次你要吃不少苦头呢。默生，那洋人欺负咱们，官府也欺负咱们，捐税层层加征，那老百姓还有法活吗？谁说不是呢？这不是把你给保出来了吗？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呢，这个民不和官斗的道理，你不会不明白吧？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气咽不下，馄饨都能咽下吧？哎，沈大哥啊，四哥，听说你出事了，急得不得了，他差点击鼓冲撞衙门。季之回来了，幸亏我把他阻拦住了，我上下打点了银子，这不立竿见影了吗？我们俩为你的事情，连饭都没吃呢，现在饿的是前胸贴后背的，要不然我们先去祭武当庙，他可在那等着你呢。走，说好了，这顿饭钱你出啊。这简直是明火执仗，拦路抢劫，你敢信吗？干这事的不是强盗，是官府。哎呦，沈大哥，消气，吃馄饨。沈大哥所言极是，设卡强收黎捐，这就是官府公然劫盗。黎捐之苦啊，始于咸丰年初，它本来是一个临时性的商业捐税，现在呢，养虎为患，成了贪所作奸之徒的虎狼之力，祸及上民。朝廷廷议一再重申，彩礼，越采越多。这黎捐害死人呐！哎呀，四哥，您呐就别拱火了。沈大哥，你这人呢就是脾气太刚劲，这性子太着急了，不知道变通。这个黄木问你收银子，你就先给他嘛，回头我再想想办法，兴许还能要回来呢。不对，我的要回来了，那别的不伤呢？那棉农呢？哎呀，是，今年虫灾，棉花欠收，
也只能个人自扫门前雪了。自扫门前雪，这棉价一涨再涨，工费、运费，再加上这黎娟一船布运到通州就亏了一半，运到上海，这简直连本儿都回不来了。我看着海门还有谁敢去收布？布商倒了，那谁还收棉花呀？本来就受了灾的棉农，那还怎么活呀？我问你，这门前雪怎么扫？大哥，甭着急，大不了我再去找一趟赵英德。四哥，千万不能再去找赵英德了。二位哥哥忘了，光绪9年，您就因为捐税的事情跟着赵英德闹过呀。此过节家喻户晓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时他是个五品，现在他还是个五品，这心里头他是怨气难消啊。你这个时候找他去闹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大不了这样，让那些棉农来我当铺，我多给他们典当一些银子不就罢了吗？那棉农除了农具，能典当什么呀？总不能到你这儿卖儿卖女吧？嘿，申大哥，我是开当铺的，我又不是人贩子，这种缺德事儿我可不干啊！孟生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是这不是抹稀泥的事情，减税彩礼，势在必行。大人，找着了。呈请代奏核检海门花布黎娟饼。继旨，还记得吧？这是当年你所拟，本官一直未敢丢弃，始终藏于身旁。哎呀，不成想当年你想减捐，如今你又要裁黎，我一个小小知州，何德何能啊？蒙状元公看得起，能参奏如此国之大事。英德兄，黎娟之事苦民久也，百姓生计无着，实是迫在眉睫呀。我也还是当年的那句话，黎娟是两江税赋的一大源流，若贸然减免，恐引连环震动。我何尝不知啊？可是现在是处处设立关卡，层层盘剥上面，看似收取了一定的税赋，杀鸡取卵了。我是说，如果我们裁并黎娟，让财富民间得以积蓄，物资自由灵通，你到那个时候，你收取的税赋将以10倍、100倍计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哎呀，又来了，有话就说吧。正所谓无商不奸，郑元公，您太想当然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话都说不到点儿上，出去咳嗽吧。英德兄啊，百姓日子过不下去，那可是大乱将至之时啊！哎呀，继旨，马关条约后，朝廷被迫赔偿巨款2亿两白银。大清遭外强蚕食，又内乱不断，早已财力枯竭。若黎娟再断，恐大厦将倾。英德兄，您说的这些我何尝不知啊？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。继旨，不是只有你一人忧国忧民。你在京城做官，地方州府的难处你不知道。我一个小小知州，上有督府巡道，下有县镇乡家，我连自己衙门的人都养不过来，能安稳度日已然不易了。难道说应德兄做这通州一方父母官，只想着安稳度日这4个字？我又何尝不想做好一个父母官呀？看到了吧，这顶戴花翎就是挫尽你一身锐气的炼丹炉。应德兄，不是继职旧事重提。还记得当年您在海门任职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收取田赋过客，引得民怨沸腾，大家集体抗捐，还错把乡民杨典判成了死罪。如今又任由手下敲诈勒索，横行霸道，难道你真要看到大乱将至不成？
张继直，你不要要挟本官，别以为你是恩科状元就可以胡说八道。请便。送客。状元公，请。